主儿，您为了老主子都哭了一夜了，现在要去见皇上，您好歹得打起点精神来啊！景仁公过身了，皇帝知道了吧？是。秦英派人来禀过，说景仁公是忧愤暴毙。忧愤暴毙？如何暴毙？不是自裁？秦英是景仁公的侄女，所言应该不虚。那无论如何，景仁公身份尴尬，他的丧仪，皇帝打算如何处置啊？虽无尊封，但先帝到底是未曾废后，景仁公又因为皇阿玛驾崩而伤心暴毙，儿子打算以皇后之礼将其安葬。既无尊封，就不能以皇后之礼下葬，也不能与先帝同葬，才是先帝所言的死生不复相见。皇上，张廷玉求见。让他进来。这。臣张廷玉给皇上太后请安。何事啊？皇上，臣闻听景仁公暴毙崩逝，特来觐见皇上。后宫之事，前朝之臣也要来干涉吗？启禀太后，后宫之事，外臣本不该干涉。然而，景仁公是否尊封，已得朝野关注，已属国事。既然是国事，臣就不得不问。尊封之事，尘埃落定，景仁公已暴毙，事情已了。尊封之事才出，景仁公便暴毙身亡。皇上，其中曲折实在是令人遐思，臣请皇上一定要细查此事。历来帝王驾崩，后宫总有人伤心离世。景仁公过世，有什么可遐思的？但是这次过身的毕竟是大清曾经的皇后，哪怕先帝与景仁公多年不睦，哪怕先帝曾言此生不复相见，就算是没了尊位，景仁公也不该不明不白的暴毙呀！怎么叫不明不白？张大人此言难道是对哀家有疑？总还有张大人愿意为老主子说话。张大人最重臣道。王者又是素来与太后不睦之人，彻查此事。臣妾乌拉那拉氏求见皇上。进来吧。臣妾给太后、皇上请安。起来吧。给娘娘请安。娘娘，臣张廷玉正与皇上谈景仁公暴毙之事，娘娘是景仁公的至亲，务必为他讨个公道。秦英啊，景仁公和皇额娘都是你的至亲长辈，你出言必得谨慎。是。张大人，我因姑母去世，悲痛万分。可公道二字，却不知道张大人从何提起。姑母进祖景仁公，悲愤交加，暴病多年。因先帝驾崩，姑母过分忧心，而居然离世。当时我侍奉在榻前，亲眼看着姑母驾鹤西去的。当真？当真。太后、皇上，
姑母过身，确是因为太在意和先帝的情分。若有任何流言蜚语，臣妾应该出面平息，好让姑母走得体体面面，安心身后事。皇娘，那景仁宫的丧仪还是得办得体面些。那就按非礼吧，也可葬在嫔妃原寝。下葬时候便不要写什么名分了，免得惹眼。至于灵位遗物，那就一并发还母家就是。张廷玉，臣在。你可有异议？景仁宫身后之事，当以皇上、太后的决断办，臣没有异议。臣告退。皇帝国事繁忙，哀家回去了。儿子恭送皇额娘。恭送太后。王亲，你也下去。这秦颖，此刻只有你与朕，你告诉朕，景仁宫是怎么过身的？皇上，臣妾方才说的都是真的。这事了了，也就罢了。要是景仁宫活着，总是会牵连到你。如今景仁宫过身了，皇额娘再有怨气，也只能到此为止了。只是这事情虽了了，这些日子你也别到处走动，免得惹人注目。臣妾明白。太后，您放心，青竹也是个聪明人。给太后请安。你去吧。这么快就出来了，看来你嘴巴挺严啊，没有背着哀家私下向皇帝告状。臣妾已经当着张大人的面把事情都说明白了。陪哀家走走吧。你姑母到底是怎么死的？说给哀家听听。姑母想要得到母后皇太后的尊位，无非是为了母族的荣耀。姑母最在意的就是和先帝生同亲，死同血。可先帝对姑母说出了此生不复相见，姑母便心如死灰。她得不到先帝的心，赢了太后又如何呢？所以她选择保全了你。看来，她还是疼你的。姑母是疼臣妾。可是，在这个宫里边，能保臣妾的只有太后。哦，太后并不想要臣妾死，太后想要姑母死，而且死在臣妾的面前。若是有人对姑母的死有猜测，由臣妾这个亲侄女的嘴里为您分说，便没有人敢污了太后的清誉。你很聪明。不是臣妾聪明，是一切都在太后的掌握之中。你姑母也是聪明人，
从头到尾算计得清楚，能争的时候拼命争，不能争的时候断然做出选择，以保最大的利益。如此，你得以活了。是。姑母暴毙，但流言未必会消去。臣妾得活着，才能时时为太后坐镇。很好，很好。这么聪明的人，是得好好活着。谢太后。主儿，皇上早点安置吧，明儿个可是登基大典呢。知道了。龙袍预备下了，您要不要再试试？既是量体裁衣，不必了。这寿康宫都收拾好了吗？秦理来回话了，说都妥当了。寿康宫虽是太妃的居所，但皇额娘所住的殿寝，务必体体面面的。那是自然的。退下吧。这